当默契成为最大的底气，真正能引发观众情绪共振的，从来不只是华丽的服化道，而是人与人之间那种难以复制的化学反应。此次丁禹兮与邓恩熙在《花开正盛》中的二度合作，恰恰具备了这种先天优势。第一次合作留下的余温尚未散去，观众对两人的互动早已有了情感记忆。当熟悉的眼神、语气与节奏再次出现时，观众不需要重新建立信任，而是直接进入情绪续写的状态。这种情感复利正是许多新搭档难以企及的优势。更重要的是，二人的成长轨迹并非停滞。丁禹兮逐渐摆脱单一人设，向更复杂的角色深度迈进，邓恩熙则从灵气少女转向具备层次感的情绪表达者。当两条成长曲线在新作品中再次交汇，便不再是简单的重复，而是一种升级后的重逢。花开正盛之所以被业内寄予厚望，并不只是因为演员阵容，更在于其剧本结构的大胆尝试。与传统古装剧依赖权谋或爱情单线不同，这部作品试图构建多维叙事，情感、权力、成长与自我认同并行推进。剧中不仅有家国格局的宏大背景，还有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拆解。人物不再只是推动剧情的工具，而成为问题的载体。他们如何面对选择，如何承担代价，又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寻找自我位置？这种叙事方式更贴近当代观众的思维习惯，观众不再满足于看故事，而更渴望参与理解。如果花开正盛能成功完成这种表达转型，它或许将成为古装剧从情节驱动迈向人物驱动的关键样本。在过往的古装剧叙事体系中，爱情几乎成为不可动摇的核心卖点，一见钟情、误会分离、孽恋重逢，这些桥段在带来短期情绪刺激的同时，也逐渐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与预判心理。然而，花开正盛显然不满足于重复就有公式，而是试图将情感关系提升到更具张力与深度的层面，命运对抗。这种设定意味着人物之间的连接不再只是情感依附，而是被时代洪流、权力结构与个人选择不断撕扯与重塑。丁禹兮所诠释的角色突破了传统古装男主的单一魅力标签，他不再只是温润如玉或冷峻孤傲的符号化存在，而是一个在权力漩涡与情感牵引之间反复挣扎的人。他的每一次决定都像在悬崖边行走，既可能改变局势走向，也可能让自己坠入更深的困境。这种选择及代价的设定，让角色更具真实感与人性厚度，也让观众在观看时产生强烈代入与紧张感。与此同时，邓恩熙所塑造的角色则呈现出另一种令人惊艳的成长弧线。他不再是被命运推动的被动存在，而是在经历失去、挣扎与觉醒后，逐渐学会掌控局势，甚至参与规则的重构。从被安排到主动选择，这一过程不仅强化了人物的主体意识，也赋予剧情持续升级的动力。他的成长不只是个人命运的改变，更像是一种对传统女性角色定位的突破与回应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两人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相爱或分离的浅层结构。他们的每一次靠近与疏离，都建立在立场冲突、信念差异以及现实压力之上。这种复杂博弈使得情感不再纯粹，却更加真实动人。观众在其中看到的不只是爱情的推进，更是两种价值观在碰撞、试探与融合中的过程。也正是在这种冲突中，故事获得了真正的深度与余韵。近年来，古装剧市场经历了明显的审美疲劳，观众对高甜、孽恋、权谋反转等标签已逐渐产生免疫力。2026年的市场更需要能够打破旧模式的新作品。花开正盛的出现恰好踩在这一时间节点上。如果它能够在内容上实现创新，在情绪上引发共鸣，那么它不仅是一部成功的作品，
更可能成为行业的转向信号。与此同时，平台竞争也在升级，流量不再是唯一指标，口碑与讨论度成为决定作品生命周期的重要因素。谁能真正触动观众，谁就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观众的观看方式正在经历一场近乎无声却深刻的转型。如果说过去的观众更容易被直观的情绪刺激所吸引，例如甜蜜互动、暧昧拉扯与高浓度的 CP 氛围，那么当下的观众则逐渐走向一种更理性、更参与式的观看模式。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剧情的安排，而是开始主动拆解人物的行为逻辑，试图理解角色每一个选择背后的动因与代价。这种变化本质上反映的是观众审美与认知能力的同步提升。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，观众接触到的内容更加多元，也更容易对套路化表达产生疲劳感。因此，他们开始渴望更真实、更复杂的人物塑造，不是完美无缺的理想化形象，而是带有矛盾、挣扎甚至缺陷的人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丁禹兮与邓恩熙的再次合作显得尤为耐人寻味。他们的组合并非单纯依赖外在的情感张力，而是在角色塑造层面具备更大的延展空间。观众既可以沉浸于两人之间微妙而细腻的情感流动，也可以进一步深入思考他们为何相遇，为何错过，又为何在关键时刻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。这意味着花开正盛所提供的不再只是情绪层面的满足，而是一种情感加思考的双重体验。它既允许观众磕，也鼓励观众想。当一部作品能够同时触动感性与理性，它的传播力与生命力往往会呈指数级放大。更关键的是，当讨论的焦点从他们有没有在一起转向他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时，观众的参与深度已经发生质变。这种从结果导向到过程导向的转移，使得作品的讨论空间被极大拓宽。每一个选择都可以被解读，每一次冲突都可以被反思，而角色本身也因此获得了超越剧情的现实意义。可以说，当观众开始用理解人物的方式替代消费关系的方式，一部作品就已经站在了更高的价值维度之上。而这正是优质内容最具决定性的分水岭。最终，花开正盛能否成为2026年的爆款，关键不在于营销力度，而在于真实感的建立。这种真实感不是历史还原的精确，而是情绪与逻辑的可信。人物的选择是否合理，情感的变化是否自然，剧情的推进是否有内在动力，这些因素将直接决定观众是否愿意持续投入。如果作品能够做到让观众相信，那么爆发只是时间问题。反之，即使拥有强大阵容，也难以形成真正的长尾影响力。丁禹兮与邓恩熙的二度合作，不只是演员之间的再次相遇，更可能成为古装剧类型升级的重要契机。花开正盛所承载的，不仅是观众的期待，还有行业对新表达的渴望。或许它不会完美，但只要它迈出关键一步，就已经具有意义。感谢你看到这里。在这个内容爆炸的时代，每一部作品都在尝试寻找自己的位置，而每一位观众的选择也在悄然影响行业的方向。那么你怎么看？你认为古装剧未来应该更注重爱情、权谋，还是人物成长？丁禹兮与邓恩熙的二度合作能否真正带来突破？你期待《花开正盛》成为2026年的现象级作品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一起探讨娱乐行业的未来发展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解析，别忘了关注与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